今天我们继续来欣赏陆游和唐婉的这两阙词《钗头凤》。话说在浙江的绍兴有一座沈园，传说从前沈园的粉壁上曾经题着两阙《钗头凤》。第一阙呢是诗词名家陆游所写的，第二阙是陆游的前妻唐婉所贺的。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浸润着同样的哀怨和无奈，诉说着同一个凄婉的爱情故事的这两阙《钗头凤》。红酥手，黄藤酒，满城春色宫墙柳。东风恶，欢情薄，一怀愁绪，几年离索。错，错，错。春如旧，人空瘦，泪痕红浥鲛绡透。桃花落，闲池阁，山盟虽在，锦书难托。莫，莫，莫。陆游是著名的唐宋诗人，出生于书香之家。而唐婉呢，自幼也是很文静灵秀，与陆游是青梅竹马，情投意合。他们二人经常吟诗作对，借着诗词倾诉衷肠，后来就自然定亲成婚。唐婉成了陆家的媳妇儿，从此呢，陆游和唐婉更是鱼水欢谐，情爱弥深。新婚燕尔的陆游流连在温柔乡里，早就把功名利禄抛置于九霄云外，根本无暇顾及去准备考试、进士、为官。但是陆游的母亲唐婉的婆婆是一位很威严而且很专横的女性，她一心盼望着儿子陆游能够金榜题名，登科进官，光耀门庭。看到小夫妻两个人整天沉浸在恩恩爱爱、你侬我侬之中，儿子开始不思进取，他很是不开心。三番两次呢，对媳妇唐婉是大加训斥，责令她一定要以丈夫的科举前途为重，要淡泊儿女之情。但是尽管他劝说教导了很多次，仍然收效甚微。于是渐渐的，陆游的母亲就开始对唐婉大起反感，认为再这样下去，儿子的前程将会被这个媳妇儿唐婉就永远给耽误了。再加上他又请了尼姑算命，尼姑算了之后说，唐婉和陆游八字不合，克夫，不仅会误导陆游，而且呢，陆游以后将会性命难保。这下陆游的母亲更是被吓得魂飞魄散，所以一定要陆游休妻，休了唐婉。陆游虽然很爱唐婉，但是素来孝顺的他，面对着态度那么坚决的母亲，除了遵从母命，却又别无他法。陆游只得答应把唐婉送回到娘家去。这样一双情谊深切的鸳鸯，就这样被无条件的孝道、世俗的功利和虚悬的命运八字给活活拆散了。陆游的母亲很快为陆游另外娶了一位温顺本分的女子为妻，彻底切断了陆游和唐婉之间的悠悠情思。无奈之下，陆游只有收拾起满腔的幽怨，在母亲的督促下重新准备科举考试。当然，凭着他扎实的学识功底和才气横溢的文思，自然是博得了考官的赏识，被荐为魁首，考了第1名。但是呢，陆游同时他又遭到了当时的宰相秦桧的记恨。
在第2年春天的礼部会试的时候，硬是借故将陆游的试卷给替换掉了。那使得陆游的为官的仕途在一开始就遭受了风雨。在礼部会试失利以后，陆游回到了家乡。家乡风景依旧，但是人面已新。为了排遣愁绪，陆游开始悠游放荡的生活。在一个繁花竞艳的春日的晌午，陆游随意漫步到玉鸡寺的沈园，在园林深处的幽静小路上，迎面碰见了前妻唐婉。此时的唐婉已经由家人做主嫁给了赵世成。赵世成家里也是皇家后裔，门庭显赫，而赵世成本人也是个宽厚重情的读书人。他对曾经遭受情感挫折的唐婉表现出了诚挚的同情和谅解，使得唐婉饱受创伤的心灵已经渐渐的平复了，并且开始萌生出新的感情的萌芽。这个时候，唐婉与陆游的不期而遇，无疑将唐婉已经封闭的心灵重新打开，里面积蓄已久的旧日的柔情，千般的委屈一下子奔泻出来。而陆游呢，几年来虽然借着苦读和诗酒强抑着对唐婉的思念，但是在这一刻，那埋在内心深处的旧日的情思不由得喷涌而出。四目相对，百般心事，万般情怀，却不知从何说起。这次唐婉其实是和现任的丈夫赵世成一起来游赏沈园的。当时赵世成正在沈园的亭子里等着他一起用餐。在好一阵恍惚之后，已经为他人妻的唐婉终于提起了沉重的脚步，慢慢地走远了，只留下了陆游在花丛当中怔怔发呆。陆游回过神来以后，他不由得跟着唐婉的身影追寻而去。来到池塘边的柳丛下，他远远看见唐婉与赵世成正在水亭当中一起用餐。他隐隐的好像看见唐婉低着头，皱着眉，有心无心的伸出玉手红袖，和赵世成浅斟慢饮。这一似曾相识的场景，看得陆游的心都碎了。昨日的情梦，今日的痴怨，尽绕心头，感慨万端。于是陆游就转身提笔，在沈园的粉壁上题下了这一阙《钗头凤》。后来秦桧病死，朝廷又重新招用了陆游。陆游奉命出任宁德县吏部，离开了故乡。第2年春天，唐婉再次来到沈园，徘徊在曲径回廊之间，忽然看见陆游题在墙壁上的题词反复吟诵，想起往日二人诗词唱和的情景，不由得泪流满面，心潮起伏，不知不觉之中和了一阙词，题在陆游的这阙词后面。唐婉是一个很重情义的女子，她和陆游的爱情本来是十分完美的结合，却毁于世俗的风雨当中。赵世成虽然重新给了她感情的抚慰，但是毕竟曾经沧海难为水，与陆游那份刻骨铭心的情缘始终留在他情感世界的最深处。自从看到了陆游的题词，他的心就再也难以平静下来。追忆似水的往昔，叹息无奈的世事，感情的烈火煎熬着他，使他日臻憔悴，抑郁成疾。很快化作了一片落叶，悄然随风逝去，离开了人生，只留下了一阙多情的钗头凤，
令后人为之唏嘘叹息。陆游和唐婉的这段爱情有很多的戏曲版本，包括越剧、京剧、黄梅戏、昆曲等等。这个故事呢，其实也并不是虚构的。根据南宋周密的《祁东野语》当中记载，陆游和他的前妻唐婉在一次春游当中确实在沈园相遇，而且见面之后，陆游做了这一阙钗头凤，也是一个真实发生过的事情。但是在这个记载当中又说，其实唐婉的贺词只剩下了世情薄，人情恶的断句，并没有找到完整的全篇。所以大家推断，唐婉的钗头凤是后人为了体现完整性，是其他人的代笔。我想这个并不是重点，重点的是这两阙词都写得非常美，特别是陆游的这一曲钗头凤。文章本天成，妙手偶得之。前人评论陆游的这一阙钗头凤词，说无一字不天成，每一个字都用得极好。关于这两阙词的具体的文字的赏析，将会在下一期和大家详细讲解。也欢迎大家订阅频道，关注讲座的更新。好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，咱们下期见。